有时候上午也会出去散步。上午虽然冷一些，但没有风。如果天气好的话，阳光广阔的照耀着世界，暖洋洋又懒洋洋。这样的阳光下，似乎脚下的每一株草都和我一样，也把身子完全舒展开了。大地柔软，这样的时候，我会往山上走，但不进森林，就在森林边的小树林子里慢悠悠地晃。我就喜欢这样慢悠悠地走啊走啊，没有人，走啊走啊，还是没有人，没有声音。停下来，侧耳仔细地听，还是没有声音。回头张望脚下的山谷，草甸深厚，河流浓稠，整个山谷，碧绿的山谷，闪耀的却是金光。有时候也往北面河上游的方向，一口气走10来公里。那里有林场的一个伐木点，据说有4、5个回族民工。向那里靠近时，远远就会听见邮具采伐时嗡嗡嗡的巨大轰鸣声回荡山野。伐木工人的帐篷扎在山下河边空地上，静悄悄的，总是不见人影。我曾走到帐篷跟前，探头看了一眼，里面只有一个可睡7、8个人的大通铺，一堆脏衣服，帐篷外有简易的炉灶，熏得黑黑的3块石头，旁边有一堆没有洗的锅碗，可总是没有人。我就离开了，但离开了不久，身后突然有花儿，西北民歌、多维情歌陡然抛出，尖锐的、笔直的抵达他自己的理想去处。上方蓝天中，准确的一点儿，准确地击中他，又浑身一颤，又长长的叹息，再渐渐涣散，并为这些涣散开去的旁枝末叶，是以华丽的情感，烟花般绽放在森林上空。我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倾斜的碧绿山坡上，背朝歌者，静心听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回头张望，仍然只是山坡上那一顶孤独的帐篷。帐篷后面，森林蔚然，这回听到的又只剩伐木的邮具轰鸣声，在空谷回荡。大家好，我是林燕老师。今天我们上20课。今天是几号呢？哇，9号啦！星期几呢？哇，星期5。周五是口语，我们书面语的时候说星期五。星期五，看到了吗？这是书面语，这是口语。那日也是书面语，我们也可以说它是9号，上面是个口，下面横竖折，口语是号。好，今天我们学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货物的往来的时候，或者是写信的时候，在以前经常用的，现在不太经常用了，就是邮局，去邮局。为什么专门要学这个去邮局呢？因为如果你去中国工作，你去中国学习，很多的日常的生活要和银行打交道，要和邮局打交道，不完全是通过网络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至少我们要学习最基础的去邮局，我们做什么，知道什么，然后把我们的活动得以实施。去邮局我们做什么呢？寄信。寄信，因为很多的纸质文件你不可以用邮件的方式发送，虽然现在邮件也可以签字作为可以正式使用的文件，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和政府部门工作单位都是可以应用网络来实现无纸化办公的，那么你就要去邮局寄信。寄文件，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词，寄信、寄文件。然后呢，如果你要寄样品给客户，那么你就要寄包裹。果非常难写，拆开上面一个六，上下合起来是个衣服的衣，中间是一个果，它的读音呢是歌乌窝果，就是用衣服包着一个东西，那上下是衣服的衣。只是多了这两个撇，衣服的衣，裹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宝贵。那么你寄的包裹有可能是样品，或者是你公司制作出来的一个小的模型，这都需要寄包裹。去邮局寄包裹、寄信，这个字是常用的。寄就是在邮局打包好、信封装好你要寄的文件，或者是信，或者是一个包裹，然后给邮局支付一定的钱，邮局将包裹、信件、文件到达你要去的这个地方，这就是在邮局。当然，邮局还可以有一部分银行的业务，那么我们有可能可以将钱也寄回到你所在的国家，钱也可以寄到。当包裹和信件
它需要用重量来衡量。文件和信件用克来衡量，包裹用千克，就是我们说的公斤，用重量来衡量你需要支付多少的钱给邮局，然后邮局才能将这个包裹或者信件给你邮寄出去。当然，去邮局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怎么寄出去？有可能是火车，火车可以在陆地上都可以运达，时间中等的时间，不算最长，也不算最短的，而最快的航这个老师写错了。写在这里。航空就是我们用飞机来记，飞机是最快的。最快的，也是最贵的。这个字，这个最非常常用，形容它是一个最顶端的一个数字，最快。然后呢，最贵。也许你在中国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个最。最，4声最，这是拼音啊。有的小朋友想要学拼音，老师已经拟好了计划，下个月我们就开始学拼音了啊。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知道怎么拼读。好，飞机、航空，这个是最贵的。那么还有一种不算最贵，也不算是最慢啊，它是最慢，是什么呢？是海运。海运就是用船在大海上飘呀飘呀飘，飘呀飘呀飘，有可能3个月。3个月，90天，你收到了你的很多的衣服，或者是很多的你想要的自己国家的产品，慢悠悠，慢悠悠，3个月，90天，船在大海上，可不是这么小的船啊！老师这样画一画，不是这么小的船，给你运来了。90天就是海运，通过大海，通过船给你运来，它有可能是最慢的，最慢。好，我们再学一遍这个字啊，最，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曲。最慢的。
你看，去邮局我们要做什么？去邮局我们要寄信、寄文件，它是用克来收费的。或者我们寄一个包裹，鸽窝果寄一个包裹，它是用公斤来计费的。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寄钱，寄就是这个动词，寄包裹、寄信、寄钱。回到我们的国家，也许是给我们父母的钱，让他们可以享受到子女工作带来的快乐。或者我们在寄包裹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用火车寄，还是用航空寄，还是用船？走一个海运，很慢很慢很慢，90天，你的东西就来了，很大很大的船啊。然后飞机呢？飞机是最快的，飞机是最快的，最贵的。飞机很快，当然也就很贵。如果公司老板让你寄一个文件啊，2天、3天就要从中国飞到欧洲，那么你只能用航空、飞机来寄，它很快。看到这个字，快，它很贵。好，但是它准确的、很快的寄到了，你的工作就完成了。这是在中国工作、学习和生活都要遇到的一个打交道的地方。去邮局，因为你要把一些信、文件或者物品、样品通过邮局寄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城市。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去邮局这个话题，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对林燕老师的课非常的有兴趣，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方的订阅，给林燕老师一个订阅。好的，林燕老师依然会附上文字版的 PPT， 非常非常美的图片，有这一次林燕老师和老米去海边的图片。当然有作业啊，听一听林燕老师讲的朗诵的非常优美的散文。好的，我们下节课再见。
你是否